所以还有2个条件，希望贵族能先许诺给在下。如此一来，韩某没有后顾之忧，才好尽心尽力帮助贵族圣子。条件？异国人，你姑且说来听听。在下要一粒鲲鹏舍利，以及一个在天蓬之父卷上留名的权利。不可能，本族一共也不过10余粒，每一粒都是历代大长老作画后留下的圣物，怎能轻易给你？至于天蓬之事，即便只是父卷，本族一共也只有3份，早已没有多少空余位置可供留名。不错，这2样都是我族镇族之物，实在不便轻许。小兄弟不妨另换一个条件。在下需要鲲鹏舍利，也不全是为了自己。服下胜利后，晚辈才能更好掌控鲲鹏之力，幻化天蓬之身。如此一来，才有把握装扮贵族圣子，而不被他族识破。有了胜利，再加上我本身炼化的鲲鹏之羽，以及融合的鲲鹏真血，这层圣子身份才会更加稳妥。至于在天蓬之事附卷上留名，是为了让在下确信贵族事后不会另有安排。这些事情你是如何知道的？难道族中有人私自告诉你？这倒未必。韩道友在城中的天之阁待了1日之久，应该是从典籍中查到的。我倒是差点忘了，人族修士一旦修炼有成，大多都有过目不忘之mis就算如此，这2个条件，我们也万万不能答应。为何不能答应？贵族若在这次试炼中无法出现圣主，便可能被取消飞灵72支之列，从而被其他强制吞并吧。和此事相比，韩某并不会觉得这2个条件有何为难之处，除非3位一开始就打算事后对在下另有处置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大长老，这怎么可以？此事还需斟酌一二。无需多说，正如韩道主所言，这2个条件与族群王星相比，不值一提。此事我做主了。你提的2个条件，本长老可以完全答应，但是为了保证你会尽心帮助2位圣子通过试炼，我会另行与你签订一份血誓。若本族在试炼后没有出现圣主，我便付出些许寿元，破除天蓬之势，将你灭杀。前辈放心，若真是因为在下未尽力而导致试炼失败，晚辈任凭大长老处置，绝无怨言。你知道此道理就好，先回去准备1、2，明日我将一切安排妥当，自会派人去接你。届时会为你举行开灵仪式，让你正式加入本族。既如此，晚辈先告退。大长老，我还是不同意如此做。鲲鹏舍利也就罢了，可天蓬之事附卷一旦留名，除非他犯下誓约上的几种大罪，本族任何人都无法对其出手。这件事情若被外人利用，极容易给本族带来大祸。此事我自然知道，但虽长老似乎忘了一件事，天蓬之事只能限制本族之人而已。3000年前那名叛徒之事，你们难道忘了？大长老的意思是，前几日我接见了护送顾贡品的几名飞灵将，也知道了这名人族的一些事情。据他们描述，此人虽只是中阶飞灵将修为，但战力精通，至少有初阶灵帅层次，用来助我族圣子通过试炼，绝对大有把握。为此吃些亏根本不算什么。而且此事终了后，这名异族若愿意老老实实待在圣城，从此不与他族接触，我们也不必非走最后一步。倒是我们要多加小心，本族那些对头恐怕会在这次试炼中动些手脚。大长老明鉴。等雷来双陈茶。来。韩道友，东西我们已经准备好了。为了赶在试炼前让道友充分发挥鲲鹏神功与鲲鹏真血的能力，
我和其他3位长老会用大神通助你在短时间内彻底炼化二巫，之后还会传授你天蓬一族的变身之术。希望韩道友千万不要让我等失望。前辈放心，在下既然答应几位长老，便绝不会敷衍此事。你先融合鲲鹏真血，届时苏长老等人会合力出手，将灵血之力激发，与你自身血液融合，不分彼此。其中会有些痛苦，但想来道友应该能够承受。之后便可服下鲲鹏舍利，由我亲自助你炼化此物。此间你要小心，别被手力中所含的鲲鹏之力反噬，从而引动心魔。毕竟并非真正天族人，此举仍有凶险。晚辈明白，自会小心应对。空应令运修。果然预料没错，此体内气息足以接受鲲鹏真血。关键是，身为异族人，他到底能将鲲鹏之血催动出几成威力来？今日之事，你们都亲眼看见了。此人关系本族生死存亡，关于他的一切，对外必须绝对保密。从此以后，他的身份便是本族派往海外秘密培育的第3名圣子。诸位都记清楚了。大长老放心，我等绝不会外受一丝。我也相信诸位不会做出有损本族之事。2个月后，我会从你们中选出几人，与我一同带着圣子参加这次地渊试炼。2个月？怎么会如此早？原先不是还有1年时间吗？赤荣族、渡鸦族等10几支联名提出，要求提前举行试炼。莲石长老会中，我族长老虽力争反对，但大多数分支已经同意。为什么会同意？总该有个理由吧？理由自然有。他们说地渊最近不太平，最好原定试炼日期提前，以免迟则生变。地渊妖物与我飞灵族本就是生死大敌，何时真正太平过？这根本就是冲着我们这些弱小之来的。废话不必再说，莲石长老会既已多数同意，本族只能接受此事。除了试炼之事外，最近本族管辖区域频繁有他族之人出现，大肆掳掠抢劫，这些趁火打劫之辈全部击杀，一个不留。我要让其他分支知道，在试炼结束前，谁敢再打本族主意，便要付出代价。遵命。这是哪一代大长老作画后的舍利？回大长老，这是第9代大长老的舍利，按照您的吩咐，已选用存放最久的一颗，其中鲲鹏之力应当已经流失了大半。第9代，就是那位独创惊蛰神通，最后却发疯而亡的红云大长老。正是红云长老的舍利，因为红云长老死的蹊跷，这颗舍利之中，除了鲲鹏之力外，还混有他临死前残留下来的一些神念之力。他们若被炼化入体，恐怕会让炼化其人留下后患。若大长老觉得不妥，小婢马上再换一颗。不用了，这颗就行。大长老，你给他服用的真只是第9代大长老那颗残损舍利？怎么，虚长老怀疑我给这易经人其他什么灵丹妙药不成？徐某怎敢如此想？只是此人对幻化变身之术掌握得如此之快，变换出的鹏鸟真身，恐怕灵帅级别的圣子也不过如此。
真的出身人族吗？或许他炼化的那根鲲鹏之羽，真的含有鲲鹏真圣的灵血，早已改变了他的一些体质。若是如此，倒也勉强说得通。多谢3位前辈出手相助，我已将天蓬幻化之术掌握的七七八，若还有不足处，还望3位前辈指点一二。变化之术已经够用了，我们也没什么可指点的。2个月后，我会带你去参加试炼，届时会请出天蓬之势复卷，让你留名其上。这2个月内，只要不离开圣城，你可自由活动。鲲鹏舍利虽已炼化，但其中残煞与旧念尚未清净。前辈放心，2个月后，晚辈一定准时参加这次试炼。有些意思，没想到这位红云长老残留下来的精神之力竟会如此凶暴。若不是有大眼诀，这一次恐怕当真会留下不小后患。好在这些残念并无自主灵性，先将它镇压住，再一点点炼化，倒也并非不能处理。虽只是部分神念，但毕竟出自合体级存在，强度依旧骇人。若要彻底炼化干净，恐怕还得耗去数百年功夫。不过，若真能把它炼化下去，这股精神之力足以让我神识增长小半。至于舍利里残下的这点煞气，倒不足为虑。繁生真魔功本就是这类东西的克星，天蓬法相，倒不如说应该叫惊蛰法相才对。真圣法一旦显化，本该终身随主，轻易不变，更不可能自行隐去。惊蛰12般变化，如今我已掌握其中3种口诀，虽还欠缺五色孔雀与山面巨猿真血，暂时我无法真正画出其他真灵之身，但仅这3法内容，也已远非寻常变化化神通可比。此诀可画12种真灵形态，若能将其尽数参悟，纵然只能得各类真灵极小一部分神通，也足以惊世骇俗。可惜真龙与天凤的变化口诀还藏在红云精神之力最深处，想要真正取到，恐怕还要等上很久。否则，凭我手中那点真龙天凤之血，倒可立刻多出2般变化。鲲鹏变化本就是诸般变化的根基，也是红云最精通的一边。难怪我刚接触天蓬变身之术，便能如此快掌握精髓。这位红云大长老倒真是数万年难得一见的天作之才，他竟能从天蓬法阵法中创出惊蛰12变。可惜神念与肉身承受不住真血反噬，最后还是发疯而亡。奇怪的是，此人发疯之前，竟没有把惊蛰诀留给天蓬族。也许当年他自负惊天畏地，一心想凭此法一鸣惊人，甚至一统天蓬族，所以不肯透露半毫。至于这套口诀为何会残存在舍利之中，是他发疯后的无意识之举，还是陨落前最后一丝清明所为，恐怕只有天知道了。不过既然到了我手中，自然不可能再交还天蓬族。否则那几位长老若知道此诀下落，第一念头多半不是谢我，而是立刻杀人灭口，以防口诀外泄。除此惊蛰诀之外，这次还有一个意外之喜，我的修炼瓶颈竟也在真血和舍利的刺激下莫名突破了。如今我已是化神后期境界，有真禅水辅助，接下来的修炼倒可顺畅许多。那3人只震惊我掌握天蓬变化之快，对修为突然增长倒没多说，是不曾留意，还是这点进阶在合体修士眼中根本不值一提，便不得而知了。今日正是与那万雷坊店主相约之期，青罗果，我势在必得。怎么回事？这些人为何会出现在这里？难道你不只约了我一个人？哼，我可从没说过只带1人去助我降服灵兽。谁要是不愿意，尽管可以离开，老夫绝不阻拦分毫。但若想要冰心经、紫光铁，
还有青罗果等物，那是想也别想了。3人就3人吧，倘若我们3人中有人先助你降服那灵兽，后面之人岂不是一无所获？放心，老夫原本就没想过让你们单独出手，而是需要3人一起施展雷电神通，否则依照先前经验，你们这点雷电之力根本不可能成功。只要能降服成功，你们所要之物，老夫都会按约交给你们。韩兄弟，只不过短短数日不见，竟从中阶灵将进阶到了高阶，还真是难以置信之事。于某要多加恭喜了。如此一来，雷电神通的威力应该也大了几分吧？晚辈不过侥幸而已，雷电之力倒确实是增加了一些。好，既然3位都没有什么意见，就跟老夫走吧。那头灵兽已被我安置在一处隐秘地方，3位要随我走一趟。跟于兄走自然没有问题，不过在让我们做事之前，是不是也该让我们先检验一下自己想要的东西？不错，东西总要先让我们看过。想验货，完全没有问题。东西老夫早已准备好了，3位仔细看看吧。我要是你们，就不会用手去碰盒中之物。他们都被下了一小禁制，万一出了什么意外，3位就是倾家荡产，恐怕也赔不起。于兄，这是何意？不能用手接触，又如何辨真真伪？单凭肉眼和神念，以3位的修为，也该有7、8成把握辨认了。真要完全确认，还是等3位替老夫办完事后再说不迟。在下可无法肯定几位一定能助我降服灵兽，若是失败，也就没有必要亲手辨认什么了。凭于某在族中的名头，3位还真怕我弄虚作假不成？想来于兄也不会真砸了自己的招牌。怎么，韩兄弟觉得青罗果有什么不妥吗？走吧。你们2人守在外面，没有我吩咐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遵命。于兄，那头灵兽真的在此地吗？都到了此地，老夫还会骗3位不成？须弥洞天图，你竟然有五光族的至宝！须弥图？不可能吧！这种宝物，五光族不是也只有7套吗？于兄如何可能得到？2位倒是好眼光，这确是须弥洞天图。不过，这可不是五光族视若镇族之宝的那7套中之物，而是一件有瑕疵的须弥图而已。仿制品？不错，这件事情就连五光族也没有几人知道。当初他们利用5色孔雀灵骨炼制须弥洞天图，成品并非7套，而是10套，只是其中3套炼制时出了瑕疵，所以并未对外宣称。这3套须弥图后来因种种缘故流落在外。至于老夫如何得到这一套，3位就不必细问了。即使有瑕疵，于兄能得这等须弥之物，也需有莫大机缘才可。须弥之物，此物与人界空间裂缝炼制出的假须弥空间不同，若真能随身携带，便是真正独立存在的洞天宝物。哪怕只是有瑕之物，其价值也难以估量。好了，我们走吧。那灵兽就被老夫安置在洞天中。双踢！果然如此，这里便是须弥洞天图中的空间。于兄，此处须弥空间看起来完整无损，并没有什么异常。所谓瑕疵，究竟指的是什么？阁下认为老夫会说此事吗？须弥图有什么瑕疵，似乎和我们这场交易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呵呵，于兄多虑了，小弟只是有些好奇而已，并无恶意。哼，灵兽就被我困在此楼中，你们跟我下去，先看看此兽再说。
这就是愚兄要降服的灵兽。不错，正是此兽。几位不必担心，他还被禁制困在里面，在没有放他出来前，不会有什么危害。里面就是那只雷属性灵兽。怎么，你们瞧不起此兽？这只雷兽的厉害处，岂是你们能轻易想到的？雷兽，不错，这就是此灵兽的名字。雷兽来历，老夫就不多说了。但天地之间绝对只有这么一只，再无第二只雷兽。说的这么夸张，可依我看，此兽现在这点动静，攻击似乎也不怎么样。攻击？这只雷兽根本没有在攻击什么，这些电光不过是此兽天生自带之物。雷兽的真面目和攻击威力，老夫这就让你们见识一下。毫芒兽，竟是毫芒兽！放心吧，这个覆雷交光大阵是老夫花费偌大心思布置下来的，专门克制此兽的雷属性之力。它纵然厉害，也无法挣脱。这雷兽究竟是什么流？在下自问也精通各种上古典籍，却从未听说过有这种灵兽。在下不是说过了吗？此兽来历奇特，不希望几位多问什么，只要能助我将此兽降服就可以了。前辈刚才夸口，此兽是灵界独一无二的，是不是可以理解，此兽并非灵界之物？韩小兄弟胡说什么？此兽若不是灵界之物，又如何会出现在此地？雷兽若真不是灵界之物，难道是哪个下界的特有灵兽？不对，以此兽方才展现出的神通，几乎不下于炼虚修士，下界根本不可能诞生这种流式下界，那就只剩灵界的上界传闻中的真仙界了。怎么，你们真认为此兽是仙界灵兽不成？难道我们猜错了？愚兄既然想让我等助你降服此兽，不如将其来历交代一二，我三人多了解一些，说不定也有利于后面效助。若愚兄真不想说，我三人也不勉强，只是后面出手时，只能将它当作上界灵兽来看待了。你敢威胁我？我等三人就算联手，也不是愚兄对手，怎敢威胁愚兄？但家兄好歹是族中最年轻的长老，愚兄不会真做什么不日之举吧？此兽来历告诉你们也无妨，省得你们胡乱猜想。之所以说它是本界独一无二之物，是因为此兽根本是本人采集雷电之力，再用秘术加以催育，才从雷电中诞生的雷电之灵。本人花费了大半生时间，也就成功这么一只。天下间自然也就只有这么一头雷兽。雷电之灵，从雷电中诞生的灵物，这怎么可能？就算传闻中的灵族，也无法从雷电中催生出生灵。愚兄神通虽不小，但若说能做到此事，恐怕绝无可能。单凭老夫自己摸索，自然毫无可能。但老夫昔年曾在几处异族之地游历，结果从某族高人作画之地，意外得到一份从真仙界流转下来的灵兽培育秘术。这雷兽催生秘术，便是其中记载的唯一完整之术。从仙界流转下来的御兽术，这倒大有可能。小弟刚才多有得罪，还望愚兄不要见怪。从雷电中催生灵物，愚兄这手笔实在罕见。哼！从雷电中诞生灵物，
不论此言是真是假，此兽能操控如此惊人的雷电之力，至少也是天生雷电之体。可纵然是炼虚级雷兽，也未必值得他花费这般代价。许诺给我3人的3样物品，价值已不在一头炼虚灵兽之下，更别说他大半生催育此兽，又特意布下负雷交光大阵。看来此兽不是另有更厉害的神通尚未展示，就是对这位于前部另有极大用途。好了，该说的都说了，下面事不宜迟，该办正事了。老夫会将禁制变换一下，将此兽暂时制住，然后你们进去，往此兽身体中注入你们的雷电之力即可。记住，一定要坚持到老夫说可以才可停下，否则可能前功尽弃。既然如此，便按于兄所说。小弟也无异议。晚辈明白。以老夫以前失败的经验，单凭你们3人的雷电之力，恐怕还不足。所以老夫激发了须弥洞天图所包含的所有天地元气，让他们幻化出天雷之力，助你们一臂之力。这次事了后，此图多半也就毁掉了。所以这一次，老夫算是孤注一掷了。希望几位道友一定尽力相助。只要降服此兽，老夫不但会按约将约定之物交给你们，另外还会各赠送诸位一大笔灵石。于兄放心，我会尽力。既然到了此步，小弟自不会藏匿。晚辈会按前辈吩咐行事。五色天劫。阁下放心，这并不是飞灵真王渡劫时的真正五色天雷，只是老夫借用这一丝天地元气之力模拟出来的而已，威力尚不足真正五色雷劫的1/1000，几位尽管放心就是。五色天雷，传闻中大成等泉存在所渡的特有雷劫，远不是合体修士的紫金雷劫可比。哪怕只有1/1000的威力，在场几人是否真能扛下，也难说得很。这些黑色雷狐也不知究竟是何种神通，遁速竟如此惊人。若换作我被困其中，即使有风雷翅，也无法逃避太久。这只雷兽纵然精通雷训，恐怕也支撑不了多久。好，诸位道友可以进去了。我马上用秘术锁住此兽体内的雷电本源，3位只要听我号令，往此兽身体中注入雷电之力即可。黑星田。飞灵族高阶存在，不修金丹元婴，而会凝练晶核，此物对他们的重要性，绝不在人族金丹元婴之下。动手！3位，
再加大雷电注入。你们还能再加大雷电之力吗？不行，已经刚维持输出，毫无到极限了。我也没有能力一次注入更大的雷电之力了。好，看来只有真的冒险了。三位道友保持现在的雷电之力，我来施法降下5层天雷。